早安。那今天是我第一天开始拍我的生活日记，就我有问大家嘛，然后就大家就说 OK。其实我告诉你，就算大家说不 OK，我还是会拍，好吗？我只是想要得到别人的一丝认同，然后再开始做，比较有安全感。然后我今天就是刚起，然后我早上挑了超久的早餐，原因是因为我边讲边说好了。我先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早餐，是我的2碗粥，好像有一个是玉米滑蛋瘦肉粥，另外一个是皮蛋，因为我很爱吃皮蛋。然后这里是总汇，到时候我可以附给大家看我都怎么点餐。然后这个就是我点的，主要是因为我点是3个总汇，鲔鱼的，然后猪排跟肉排。可是我觉得，我以为那个总汇是跟我家附近的一样，就是它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就是感觉好像这就只是普通的三明治分很多个这样，然后再点2杯冰奶这样，然后可是去冰的。好，那我们就开始吃。我先把它绑起来了，其实这样有点热，而且外面真的很吵不行，我一定要关起来。OK， 我开个冷气好，不然真的是很吵。其实大家刚刚听到那个风声就电风扇了，因为其实我说真的，我不是很喜欢开冷气。我就比较喜欢开电风扇，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其实我没有那么容易流汗。当然，不容易流汗的人是比较容易中暑的。这算好处还坏处吗？就是我夏天比较耐热，然后其实我比较怕冷。然后我们先把粥打开纳凉，因为太烫我等下吃不了了。这就是玉米滑蛋粥，好可怕差点打翻它。没事。它的胡椒粉都卡在盖子上了，这样怎么吃啊？等下，我把粥捞到盖子上，然后把它拉一拉，再把它盖回去，再把它丢回去。聪明。然后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会突然就是想说，就突然我会想要拍这种系列，主要是因为怎么讲？我自己其实就是，好，手机，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说，其实因为我副频道现在只有一个剪辑师，然后又觉得说好像，没必要一直等着剪辑这件事情。虽然说可能会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专业的 YouTuber， 可是好像日常生活影片不就是这样吗？而且我副频道其实更多的都在直播，因为我觉得就是直播感觉是更贴近大家，更能去跟大家互动的。因为有的时候，而且我觉得其实能更训练我的口条，因为直播其实就比较属于临场反应。然后我还是其实很害怕镜头，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在这一块慢慢练习。鼻子很痛苦，等一下，收起来。然后我都会把塑胶袋留下来，然后当做我猫的装便袋，因为它超喜欢噗噗的。好，我们来开始吃，先吃这个好了，这就是鲔鱼的。好，好吃。其实这样点就已经很贵了，所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其实我心里是想要点 Uber Eats， 但是为什么我没有点？是因为 Uber Eats 太贵。其实我都跟我身边朋友讨论过，身边朋友都是有钱人，但他们都是点 Uber Eats。我觉得不得不说 ，Uber Eats 它其实就是为有钱人打造。不管今天他给外送员的薪资是很高的，当然，所以等于他们的薪资是来自于我们付钱嘛。那有些人还会给小费，所以其实 Uber Eats 是给很
有钱的人在就是消费的平台。当然，他们有一定的价位，除了外送员的薪水会高之外，他们的平台服务以及就是他们处理方式，还有外送员的态度，我觉得都是一致蛮好的。而且餐点的包装或是什么，我觉得其实都蛮漂亮。然后像 Foodpanda，它就比较算是，比较算是平民一点的外送平台。然后它就是比较便宜，然后我觉得它优惠时间超多，就像现在就是有优惠，但是就是免运费或者是折扣更多。那现在是免运费加抽奖，然后我自己是觉得，我就假抽罢而已。这一家评价4.8，我觉得还可以耶，因为其实吐司烤的还不错，然后鲔鱼的味道就没有那么重了，可是这样好像一个总会现在特价刚好68，大家一定很错愕，对，68没错。然后我觉得是可以看它的火腿看怎么样，因为有些店就连火腿都不愿意把它弄好，然后就把它弄得很干，很像干火腿，然后不知道以为我去拿去晒干它了，有点像肉干火腿，你懂吗？这个还是鲔鱼，我来找一点不一样给大家看。哦，哪一个是肉排，哪一个是猪排啊？完蛋，我分不出来。这应该就是猪排，然后这是肉排，而且明明价钱都是一样，我觉得大家好像点这一块会比较漂亮吧。虽然好像长度，对，好像多那2公分吧。好吧。这个我家旁边也有，但我没想到会这么贵，68这样等于一个多少？我家旁边应该就卖25块，25加25太贵了，这太贵了，可恶！我就是为了要省钱，怎么还给我这么贵？那有些人就会说，那你干嘛不去你家旁边买？我就想吃吃看有没有其他家的意大利面比我家旁边的好吃，因为其实我一点进去，我是看到意大利面，它比我家旁边贵10块，然后我在想，等下可不可以就吃吃看到底有没有比较好吃？真的，一模一样，然后还那么贵，不能理解。而且它就是等于2块，然后那样把它分开，你懂吗？我现在总会都比它好吃便宜又好吃。毕竟我觉得打从我出生好像它就存在了，就是我家旁边的早餐店。然后跟大家讲一个超有趣的事，我之前点外卖，因为我早上有一阵子，我是属于那种一阵子突然想吃什么我就会疯狂吃的人。然后我有一阵子超爱牛肉面，我其实是很讨厌吃面，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我很爱吃牛肉面，因为我吃到好吃的牛肉面，所以我觉得面是好吃的。然后结果我就点了2家不同的牛肉面，各2碗，等于4碗。然后就刚好他们来的时候都在楼下碰到，一起走上来，所以就是这样子。我在2楼，他们就咚咚咚咚咚，然后下去之后，另外一个就咚咚咚咚咚，然后他就觉得很好笑，我自己也觉得很尴尬。
好。然后其实今天晚上8点我就要去参加呱吉的直播，所以我其实有点略微紧张啦。我昨天还在嗨，就是觉得有点些微睡不着，然后就有大概再重新把稿子 read 过一次。嘿，不行，它这个薯饼不行，真的不行。我一定要解释为什么不行，不可以当一个随意批评的人。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薯饼其实就已经很不健康了。那我觉得不健康就是它的油味应该是要纯正一点的那种油香，感觉应该是要煎的那个味道很香。可是我吃下去，我就觉得这个薯饼煎下去好像用了回锅油，然后用了很多次那种10几次以上，然后该有的味道，你知道吗？然后外皮烤的一点也不酥脆，就整个是软软，然后湿湿的。虽然20块还蛮大片，但是就蛮难过的。我觉得好吃比较重要。不对，我怎么会要求foodpanda好吃呢？不对啊，我在foodpanda点过，真的还不错吃，不用到好吃就还不错吃，然后价位也符合它的。我早上刚起来，整个泡泡的，就整个觉得很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可是我去量，好像只有39.6。我还以为我变胖了。我要先说，我没有因为了要拍给大家看，说我点很多，我是先点完才想到，不然我拍给大家，所以我是把它删掉之后再立马重新点。好，我要来吃这个他们的应该是肉排。大家有吃过葱抓饼，然后里面会夹一层薄薄肉排吗？一模一样哦，肉排原来就是这个，懂意思？好，那我会觉得猪排比较好吃，因为它没什么味道。好，然后什么？来，刚刚玩一下那个早餐的。一部电影200元，3部电影多少钱？好，我要给大家自己想一下时间。虽然我觉得有些人听过，可是说真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多念几次好像就会知道，不用什么特别的逻辑耶。好，我要公布中。一部电影200元，3部电影多少钱？3部电影50元，因为3部50。好，有个人，对不起。突然很想听甜牛的冷笑话。因为我2杯嘛，再一杯。请问这个世界上谁的快递最多？我知道，我真的觉得他这一家也太老了吧！这个一听就感觉很，我觉得是猜不到的。
觉得太少有这种趣味的人了，一定要多出去，没事吃点早餐。王老先生，因为王老先生有快递哟，咿呀咿呀哟，嘿。王老先生有快递，咿呀咿呀哟。他们是不是有一系列的歌啊？什么马里有只小绵羊，小绵羊，是玛丽吗？还是谁？我其实昨天有洗头，但它还是乱乱的，算了，真的好烦哦，头发太少的困扰。压到了，转一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意大利面，这个60块。如果不好吃，我真的以后不会点。然后我也要告诉大家哪一家，这个卖相不好。我家那边50块还有一颗蛋呢。以前它是45块，还40块，然后还有一颗蛋。然后这个面，不行，我真的很难过。我家那边早餐，好吧，吃一下。而且我觉得它的酱感觉都没有真的拆解掉。我家那面酱啊，真的是很多，很好吃。好吧，我们今天不能再批评他了。反正就是，它只有1颗星，然后满分10颗星这样子，不是因为不好吃或什么，而且我觉得还要考虑价钱啦，就我会觉得很不 OK。为什么才会4.8？到底是谁啊？还是那边都没有什么早餐店，才会以为这早餐是最好吃的啊？我觉得现在灯光为什么那么漂亮，是因为有自然光。如果没有自然光啊，自己的灯都会很容易暗暗的。那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以后上片时间应该先固定一下7点，跟我主频道一样，这样子大家才会知道说，我这边有上片。因为有时候这个策略就是说，时间点一样，然后主频道的人才会知道说，我这里也有上片，就可能比较容易倒过来。然后再一个点是，我应该不会让我的副频道跟主频道撞到，所以我可能这边可能最多，如果我排出来上片的次数，大概就是1个礼拜3次，因为可能我1个礼拜会上2次片。像这种打嗝我都会剪辑掉，但现在是实录，我就不能剪。不是，因为你自己想拍片，如果都这样拍进去，真的很丑其实我还在想，我今天到底要穿什么。出门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当然，好，我们再来把猪排的吃掉。好啦。问大家一个很蠢的问题，我觉得啊，我是一个真的，我不是自夸，但是我是一个气色都是显在我的嘴唇上的人，所以不会觉得我的嘴巴就是很苍白吗？那我还看到酱汁，也太邋遢了吧！等一下，因为我在想，有时候为什么要拍，就是要涂口红，好吧？就我觉得，是不是以后我拍这直击，我还是要涂一下口红会比较好看？忽然想到，因为有时候，自己没做过的主题类型，然后就要看别人的影片，去大概了解一下，说，我应该怎么拍比较好，然后也不要跟人家太相似。然后结果，就看人家拍早餐或午餐，就是可能20-30分钟内就可以解决，有可能更短10分钟内，因为就吃的就是比较少。然后我居然这支影片就要拍个30分钟以上，不知道有人以为我在直播吧？还是吃点鲔鱼。有没有什么达人啊，可以告诉我要怎样吃才不会把东西挤出来？吃了这么久，其实都没有研究出了什么所以然。那跟大家说，像我这样拍啊，我一定是无聊的，你们也可能无聊。所以我的左边是电脑嘛，那我就看着影片，然后跟大家一起吃早餐。
嗯。好，我要来吃粥了。他们粥这样子70块，算大碗吗？好像可能一样吧，就正常价格。如果我家有罐头啊，我就会拿罐头。可是重点是我把我家罐头也吃掉。等一下，我一定要来检查一下玉米滑蛋瘦肉，他是骗我吧？我现在找到的瘦肉不超过4条，哎，当然玉米多是多啦，但这样子很不 OK 耶。我觉得 Foodpanda 会出现那种，就是跟一般人认知上的食材不太相同。这算雷吗？这算真雷欸？怎么会这样呢？看来 Foodpanda 的期望值越来越低了，就是我。我以前在Foodpanda的时候明明就没有那么糟糕，为什么现在变那么糟糕啊？嘿。
上有块地呀，咿呀咿呀哟。哪里有只小绵羊？哎，不对，哪里有只小绵羊？小绵羊。嗯哼哼，嗯哼哼哼，嗯哼哼，嗯哼哼哼哼。嗯。嗯。嗯哼哼哼哼，嗯哼哼哼，嗯哼哼哼，嗯。嗯嗯嗯嗯。我会不会这样不跟大家讲话，大家会觉得很无聊啊？嗯，不过我觉得我前面太废话了。而其实这就我平常就是我觉得早餐，看一下 FB 啊，看一下 YT，
然后再看一下后台数据，然后再看一下影片，然后这样吃着早餐。然后假使真的很累，我就会再躺回去耍废一下。来到我的皮蛋瘦瘦粥，来看一下，再把它捞回去，拉一拉。因为它的胡椒粉都粘在上面了。等一下，它瓶盖，它的盖子有一点奇怪的味道。这个瘦肉好像比较多一点点，多那1-2根。真的多那1-2根。而且我觉得皮蛋它是不是也给太少啊？因为我跟大家讲，我真的很爱吃粥，然后之前我就有吃过不同种类的粥，有人皮蛋啊，它是先已经捣碎好，放在一个保鲜盒里面，然后很多，就是有点像沙拉那样子，你直接挖一勺，然后丢进去。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不知道说分量到底多少。但如果有一些是丢1整颗下去的，就是会感觉分量会再多那么一丁点。毕竟你都花一样的钱，当然会想说要吃比较多一点点的料啊。其实这就是我一直以来我的心里 OS 小剧场，但我不能把它讲出来。跟大家说一件事，你知道，因为后来啊，就是就有人跑去问牛排店老板说，你针对露露给你的评价是怎么样之类的，你会不会在意啊什么？然后老板就说，不在意啊，习惯了，反正就是觉得好吃的就会好吃，不好吃就不好吃。我是觉得这样讲没有错，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会觉得不像以前一样？因为我看了下面很多留言，就大家知道我其实现在都会看留言，很多以前会去吃黑炭牛排的人，为什么后来都会渐渐的变成去批评他？我觉得老板自己应该要真正去想一下到底为什么，而不是觉得说反正不好吃的人就觉得不好吃。因为我觉得我的批评并不是说，我觉得我的评语不是批评，我觉得我的评语并不是说今天因为你很难吃，所以我再也不来吃。我觉得如果我经过，我会去吃板腱肉，但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应该老板应该很讨厌我，应该是不会去吃。但是如果我正常来说，我觉得它板腱肉是我喜欢的，并且是只有290。我觉得真的只要我再次去中立，并且真的想吃牛排，除了夜市牛排之外，我有可能会去那边吃他们的板腱肉。可是我觉得其他的餐点就是，既然你都要卖，那就拜托也一起做好，不然就像是那一个和牛的横膈膜，我就会觉得说，你都用了和牛，当然你有可能用的非常这种 choice 或者是其他的等级的和牛，那我就会觉得说，那你干脆不要买，因为我觉得可能会误导观众，觉得这就是和牛，和牛就会这么好吃，就是其实就只有这样。可是其实我虽然没有那么喜欢和牛，因为我吃过 A5，但事实上我觉得 A5真的要给很会料理的人去弄、去烤它、去煮它。我觉得烤是最能带出肉的味道的人。然后我觉得你如果真的就是让观众误以为说这就是和牛，那他们就会觉得和牛很难吃。可是其实真正有人吃过和牛人就觉得它很好吃。当然不是说要叫观众一定要懂吃什么，但就是会觉得不要让人家误会它这个食材的等级或是它的用途。不过好像这也是别人家务事就算了，反正
他只要能存活的下去就好了。没有，有时候啊，说真的，像我现在 IG 最近就是会有假日的 QA， 然后有些人就会问我一些问题，比如说遇到什么鸡掰的同事啊，不是遇到一些很不 OK 的同事，就是很七八的同事，七八，对，这样比较好听。那他们说他们遇到很七八的同事，就会不知道怎么办。可是说真的，其实我也是一个会在心里想很多的人，可是我不会实际做出来的原因，是因为你今天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踩在他的头上去教训他，或是踩在他的能力踩在他的头上，而不被他反过来咬一口的话，那我会觉得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会导致你将来的后果不堪设想。就我是一个，其实也许，可是我觉得，如果他真的实际伤害到我，我会与时俱焚，我真的会做出这件事情。我不是说我先这样他，然后再这样自己，不，我会用尽各种方法，或者是用我的人脉去让他知道说你惹错人了。但我当然不是打他，我最讨厌打架。我这样子一拳，你看我的手那么瘦弱，一拳打过去，然后我手就骨折这样。其实就算是现在啦，我觉得我觉得我有资格讲老板的原因，是因为，以我自己的频道，就是我也会看酸民讲什么，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对酸民的定义有点奇怪，就是不是说骂的人就是酸民，因为我觉得有些人骂的很好啊，我自己这样觉得。然后，其实说真的，我真的觉得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酸民能打击到我了，就连上次在雨欣那一集讲的，我觉得都已经就那样，因为我有不一样的打算了。然后，所以我现在回复所有的粉丝，我觉得更多，如果跟我意见相悖的人，我就会有点算是告诉他说我真正的想法。然后我只跟他讲说，你要多站在别人的角度，而不是用你的角度而已。因为我确实听下来，跟我问我身边的人，你的说辞其实就是站在你的角度，而没有站在我的角度。那他却有人会觉得说，我玻璃心破碎，所以我才会这样回，才不是嘞。我觉得没有，我觉得就是不是我家人或者不是我朋友，没有人可以让我玻璃心。以前酸民不是说让我玻璃心，以前酸民是让我去有点像是，让我以为我自己更不好，因为以前一直都是处于在自卑状态啦，所以我以为我真的那么不好，所以其实是我不认同自己。我觉得啊，人往往最大的敌人真的是自己，因为不想在意别人的眼光，不想听别人讲的话而受伤的话，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瘦子好了，然后人家说你这死胖子，然后你不是一个很在意自己身材的人，然后你会觉得说，对，他讲的是实话，我超胖。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有那种就病态的瘦，就是瘦的那种人，他们就会觉得对我很胖，我要继续瘦下去。可是我是在说一般正常下，那为什么你会觉得说他不是实话呢？不是因为大家跟你说对你真的很瘦，我告诉你，今天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胖，大家跟你说你很瘦，你才不会这样觉得嘞。所以其实真的事实上是你自己到底怎么认为自己的。所以一直以来，我觉得我最大的心魔就是自己。其实别人跟我说我多好，可是我永远看到的是我自己的不好。然后别人跟我说我有多瘦，可是我一直都觉得自己是很胖的一个人。就属于我觉得我是一个病态的人，因为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好像真的在大家眼里觉得是一个瘦子，可是我就是觉得自己还不够瘦。我没有厌食症啊，这样算暴食吗？可大胃王好像都是暴食症吧。
到最近就是很容易水肿之外，然后肌肉就很常在活用，像这样子维持一个姿势，因为拍片嘛，然后这样维持久了。大家有看我肌肉线条吗？然后我去给师傅按摩，师傅按摩真的以为我在做工，我就说我这样是能搬什么啦？因为就我整个这边都很结实，哎，我超讨厌这边结实，长得很丑这样子。跟大家说，为什么我觉得吃粥比较难有饱足感？原因是什么？因为它几乎没什么可以咬，就很像在喝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吃粥一定会加什么泡菜之类，可今天就是没有。吃完。好，那今天的3餐录的早餐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啦。然后不要以为这直播，这真的是录影。好的，拜拜。